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不过，还有个疑问，大人请讲。你怎么能断定地上这把钢刀是第三人留下的，而不是凶手留下的呢？不可能是凶手留下的。为什么？不知大人注意到了没有，在甲号房间的门上有一个凶手留下的血手印。是的，我看到了。那只血手印是一只右手，也就是说，凶手杀人和开门这些发力的动作用的都是右手。不错，可这能说明什么呢？我只需要证明凶手是个用右手的人，这就足够了。大人，请您看看刀柄上留下的那个血手印。这是一只左手啊！正是，这就说明刀是第三人留下的，而不是凶手。你究竟是什么人呢？怎么？我不过是个凡人，只是在观察事物上比旁人多了几分细致。那后来呢？刚刚我们说过，二人在搏斗之中撞翻了花盆架。当时这二人的手抓在了一起，致使其中一人中指上戴的翠玉戒指掉在了地上，花盆摔得粉碎，将戒指压在了下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花盆残片下找到了那枚戒指的原因。是，绝了，毫无破绽。终于，第三个人挣脱了凶手，逃出房去，翻墙离开了客栈，而凶手也带着受伤的同伴随后离去，当然也是翻墙逃走。这一点怎么能够证明呢？请大人随我来吧。大人，墙头上的碎瓦，瓦片上的血迹，这就是证明。大人，您认为呢？不错，果然如此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大人请讲。那枚翠玉戒指，到底是凶手的还是第三人的？我看，还是让这戒指的主人自己回答吧。本县没有听错吧？您是说让戒指的主人自己回答？正是。您知道这戒指的主人是谁？现在还不知道，可我想马上就会知道。哦，这是何意？县令大人，不知这盱眙县城中有多少家裁缝店和绸布庄啊？裁缝店、绸布庄？正是。要说起裁缝店和绸布庄，大大小小加起来，大概有6、7家吧。请县令大人马上出签，
将这6、7家店中的老板和裁缝通通换到这通衢客栈之中。哦，对了，请他们带齐剪裁的用具。这是为什么？如果县令大人要想破解此案，那就照草民所说的去做。好，下官马上传令下去。好，安师，为什么要传裁缝到这里来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又要出去啊？是啊，去哪儿啊？和常妈妈约好一起做绣活儿。做绣活？怎么了？你昨天夜里到哪儿去了？也是到常妈妈家里去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错，你是跟我说过。可昨晚上我到常妈妈家去了，她说你根本就没去。不错，我是没到常妈妈家里去。那你去哪里了？啊？你去哪儿了？还有，春香到哪儿去了？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你说呀！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老娘自打嫁给你孙喜旺，就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。从白到黑倒腾那点破布头，算计那几文臭钱，老娘早就够够的了。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个丫头，还是个十足的小淫妇，整日就跟你眉来眼去，勾勾搭搭，你当我不知道？我说你，我怎么样？实话告诉你，姓孙的，这日子老娘早就不想过了。有能耐就写下休书，老娘转身就走，再回头看一眼，我只剩你养活的。你这泼妇！哎呦喂！好了，你别好了，你别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你姓孙的，你不是人！你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哎，好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！哎呦，让街坊四邻看见，这丢不丢人呐？你个坏人，老娘怕什么？走，咱到大街上说去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孙喜旺大人啦！你走吧，你去吧，以后我再也不问了，我再也不问了，行了吧？我再也不问了。姓孙的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还顾念多年的夫妻情分啊，老娘早铺盖一卷，拍屁股走人了。想清楚，能在一块过就这么凑合着，我不管你，你也别管我。不想一块过，就趁早写下休书，咱俩一拍两散伙。我说你这个贱人！站住！这位上下有事吗？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吧？正是，小人孙喜旺。店中还有别的裁缝吗？原来还有2名伙计，因为生意清淡，都回家去了。现在店中只有我一个人。行了，收拾好剪裁用的家伙，跟我走吧。走。上下去哪儿啊？县令大人有令，城中所有裁缝都到通衢客栈之中，大人有事交办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去！是。启禀大人，县城中所有裁缝均已到齐，无一遗漏，现在门外等候。将他们带到这里。是，把他们带上来。
参见县令大人。罢了，请起。诸位请坐。今日将诸位请到客栈，非为别事，乃因本县近日要赴扬州参拜刺史大人，因此需要一套大缎团花抽丝的官服，设计做工要非常精良。本县知道各位都是县中的巧手，这才在通衢客栈摆下桌案，请诸位倾尽巧思，现场画出图样，选最好者录制。是。现在就请大家开始画样。先生，将图纸呈上来。是。大人，这一张是哪位画的？大人，是小人画的。非常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人是孙记绸布店的掌柜孙喜旺。请孙掌柜留下，其他人可以回去了。每人赏钱1贯。谢大人。走吧。请。孙喜旺啊，你知罪吗？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昨夜4更时分，你翻墙潜入这通衢客栈，在弟子丙号房中手持钢刀刺伤了房中之人，并与另外一人发生搏斗，而后你逃出客栈，返回了家中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小的不明白呀。不明白，啊？刚刚画图之时，我看到你是左手握笔，这就说明
你是一个左撇子，对吗？那又怎么样呢？小的是左撇子，可左撇子也不犯法呀。难道就因为小的是左撇子，就说小的有罪吗？左撇子当然不犯法，可是左撇子持刀伤人，那就触犯了律法。握住刀柄，握住刀柄！真的是你！哎呦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难道就凭着左手的血手印就能断小的之罪吗？这西域城中左撇子又不止小人一个呀！大人，你要明察呀，大人！先生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也许是别的左撇子做下此案，仅凭这一点是无法定罪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盱眙城中的左撇子可能确实不止你一人，是。然而盱眙城里的裁缝之中，却只有你一个左撇子。小人冤枉啊！这个你认识吗？小人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还有何话讲？大人啊，小的该死啊！昨夜确实是我暗入客栈，潜进房中，刺伤了房内之人呐，大人。那弟子甲号房中的2名客人是不是你杀死的？什么弟子甲号房的客人？大人，小人不知啊，小人只是刺伤了房中那个女的，可并未杀人呢。女的？啊，正是。那房中是一男一女，小的只是刺伤了那个女的。孙希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百般抵赖。明明是你杀死了甲号房中的2名客人，又潜入丙号房中刺伤了另外1人，而今证据确凿，你竟还在本县面前推说不知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大人，小的冤枉，冤枉啊！小的真没杀人呐，大人，我求你了。县令大人，现在看起来，这个孙希望就是最后一个潜入客栈的第3人，可以肯定，他并不是杀人凶手。大人明察。哦，为什么？站起身来。好，请随我来。单手推门。单手推门。还记得现场房门上的那个血手印吗？那是一只右手，可刚刚你看到了，孙希望推门用的是左手。也许他是双手开门，却只有右手的血手印留在了门上。把戒指给我。大人请进。您说的很对，凶犯极有可能是双手开门。然而，现场的房门上之所以只有右边的门扇留下了一个右手的血手印，是因为凶犯是用右手握刀杀人，因此右手染上了鲜血，而左手上却并没有血。因此，即使是他双手开门，左边的门上也不会留下印记。那么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凶手的2只手都染上了鲜血？当然有。可如果是这种情况，凶犯用双手开门，那么2扇门上肯定都会留下血手印，而不会只有右边留下印记，可左边却没有。有道理。孙希望是个左撇子，如果真的是他杀了甲号房中的客人，而后开门出房，那就应该是左边的房门上印有一只左手的血手印。可现在事情却恰恰相反，
这就说明行凶之人定然是使用右手，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孙喜旺并不是杀人凶手。我服了，没有丝毫破绽。大人请坐。老人家，啊，你简直称得上是断案大师啊！大人过奖了。恐怕断案大师也不如他。对，曾兄说的极对。老人家啊，到现在我也不明白，您是怎么想到潜入客栈的第三人是个裁缝？我并没有想到第三人是个裁缝，我只是肯定了一点，那就是这枚翠玉戒指的主人是裁缝。那您又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？你们看，这枚戒指与普通人所戴的戒指有一些区别。首先，这枚戒指的表面没有弧度。你们仔细看看，这戒面上有什么？有很多小细点儿。你们想一想，这枚戒指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小点儿？因为这不是一枚戒指，而是裁缝做针线活时使用的顶针。哦，裁缝们用针线缝制衣物，当遇到很厚的布料时，便用此物顶住针尾，向前一送，针尖便很容易地穿过布面。这上面的小点儿，正是裁缝们经年缝纫之下，针尾顶击戒面留下的痕迹。由此我断定，戒指的主人定是一名裁缝。原来是这样。确定了这一点之后，我本想将裁缝请来，一一试戴这枚顶针，能严丝合缝戴上的，肯定就是它的主人。然而我忽然想到，即使找出了顶针的主人，我们也无法断定他是杀人凶手还是那个第三人。在此之前，县令大人还曾问过您，这枚戒指是属于凶手还是属于第三人？是啊，这个念头一产生，我立刻想到了丙号房中地面上的那把钢刀。不错，钢刀的刀柄上印着一个左手的血手印。您曾经说过，他是属于最后进入客栈的第三人的。非常正确。想到了这一点，我马上有了主意，将裁缝们召集到这里，让他们画图，这样就能看出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左撇子。如果有，我们再让他试戴顶针，只要匹配，就完全能够肯定顶针的主人就是第三人。如果没有左撇子，那就说明顶针的主人便是在D字甲号房中行凶的那个杀人凶手。结果证明您的推断完全正确。而今我们已经找到了最后进入客栈的那个第三人孙喜旺。接下来也是最难的一点，就是找出杀人凶手。孙喜旺，大人，进来吧。你银夜潜入客栈中行凶伤人，已经犯下了重罪。如果再不道出实情，那可就是罪上加罪。你要想清楚啊！是大人，小的一定实话实说。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跟踪那2个人进入客栈之中啊？大人，说起这事儿，小的是一肚子苦水呀。哦，不要着急，慢慢的说啊。大人，小的世居盱眙，以开绸布店为生。数年前娶了一位严姓女子为妻，婚后严氏还算贤良，帮助小的经营买卖，出纳账务，一切都平平安安。
日子过得还算舒心。可是2年前，也就是盱眙县断盐之后，城中盐价暴涨，百业萧条，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。小人不得不经常外出做一些微利的小生意，以维持家用。可是有一次，小人从外地卖布回来，街坊的一位大娘对我说，小的不在家的时候，严氏经常深夜出门，整宿不归，店面也关了张了。开始小人不信，可自从家里发生一件怪事之后，小人便开始怀疑起来了。什么怪事？大人您知道，盱眙县城自2年前断盐后，这盐价翻了多少倍呀？400文1斗啊！家家户户买盐都成了难事。像我这种中平人家，1年之内顶多有半年能够吃上咸盐，另外半年便是淡食了。这我知道。我家中的怪事就是出在盐上。哦，大人，小人平常到何家盐号买盐，每次只买1斤，最多买2斤，放在家中慢慢食用。可几个月前，小人从外地回来，却发现家里多了7、8个大陶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食盐，足有10来斗之多。当时小人吃了一惊，赶忙询问严氏，这些盐是从哪里来的？严氏对我说是买的。您知道，10斗盐就是4000文呐。我当时很生气，责怪他不应该花这么多的钱来买盐。可严氏却说，这些盐是从盐枭手里买到的，20文1斗，和长平盐一个价钱。当时我听说后很高兴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大人您知道，盱眙城中即使盐枭卖盐，也要卖到200文1斗。再说，人家盐枭冒着生命危险倒卖私盐，怎么可能按照长平盐的价钱卖出去呢？这也太说不过去了。自那时起，我便怀疑严氏在外面勾搭上了有钱的阔佬，否则谁会给他送来这么多白花花的食盐呢？于是几天以后，小人假意出门，在城中一个茶楼里躲了起来。到夜半，突然回到家中。
家门不幸，出了这等淫妇。我当时本想闯入房中捉奸在床，又怕自己不是那奸夫的对手，反被其害。因此我便按下怒火，返回家中。待严氏归来，小人厉声诘责，不想那严氏却耍起泼来。大人，小人是要面子的生意人，面对这种泼妇，小人只能忍气吞声了。你是说，从轿子当中下来了2个人？正是那对奸夫淫妇，想是男人早已躲在轿中。你说他们是在D字甲号房中幽会？小人也不知是哪一号，反正就是左转以后的第1间。就是 D字甲号房。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呢？可惜我跟踪了几次，都没有看见奸夫的容貌。你继续说吧。此事之后，小人便买了一个丫鬟叫春香，将她安置在严氏的身旁，只要有事就向我报告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春香对我说，只要我不在家，严氏便偷跑出去与奸夫幽会，地点就在通衢客栈。当时小人就想到衙门去报官，可回头一想，只要惊动了衙门，定然会闹得满城风雨，小人也必定是颜面扫地呀，还怎么在城中住下去？于是小人便起了杀人之心。我连续1个月躲在朋友家中，白天睡觉，夜里跟踪这对狗男女，发现他们每次幽会都是在3更时分，地点则是在通衢客栈的客房之中。于是昨夜，小人在客栈外等候，果然到了3更时分，这2个狗男女穿着黑斗篷来到了客栈外。奇怪的是，2人没有走正门，而是越墙而入。小的也没多想，跟随他们翻墙进入客栈。眼见2人进入一间客房，小的便躲在拐角处，等待2人睡熟。贱人！对不起！真没想到，进入客栈的不是这对奸夫淫妇。我说他们每次都是乘轿而来，这次为什么会跳墙进入客栈？还有每一次，他们都是在左转的第1间房中相会，而这次，他们却换了房子。我真是蠢到了极点。但分多想一想，也不会伤错了人呐。被你刺伤的是个女子？正是。这就是凶手在潜入客栈之后，为什么要撬开丙号客房的原因。他要先将同来的女子安顿好，自己再潜入到甲号房中杀人。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一名女子前来行刺呢？孙喜娃，你看清那个女子的脸了吗？是看清了。那，你看清与你扭打的那个凶手的脸了吗？我当时头脑一片混乱，只想逃命，哪还顾得上这些呀？那么，你妻严氏现在何处啊？刚才小人来客栈之前，那贱人又出去鬼混了。
也就是说，严氏并没有死。当然没有，刚才小人出门前还跟他吵了一架呢。可你刚刚说过，严氏与奸夫每一次幽会，都是在那间假号房中。正是。早晨店伙计也是这么说的。就是说，假号房中的死者不是严氏和奸夫。那这二人会是谁呢？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前来认尸。这两个死者是什么人呢？这个小的也不知道。难道他们没有在柜台上册？先生，这间房子是城里的一位客人常年包租的，就连钥匙也在他手里。那包租的人是谁呀？包房子的人姓赵，他说他就住在城里，再问就什么都不肯说了，只是每年来结一次房钱。今晨店伙计曾说，发生命案的地字甲号房间的钥匙在包房之人的手中，对吧？正是。如果说那个姓赵的使用假名长期包租地字甲号房，实际上是为严氏和奸夫提供优惠的场所，那么这把房间的钥匙会在谁的手中呢？从孙喜旺口述的情况来判断，房间是严氏和奸夫使用，那么钥匙就应该在这两个人手里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做这样几个假设。首先，假设那把钥匙掌握在严氏的手中；其次，假设严氏不慎将这把钥匙丢失；再次，假设钥匙丢失的原因是被人盗走的。那你们想一想，谁最有可能偷盗这把钥匙呢？偷盗？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孙希望，家中除了你和严氏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人吗？还有丫鬟春香。除你三人之外，再无旁人了。正是。今日你出门前见到春香了吗？春香昨日一夜未归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明白了。县令大人，先生，你命人将两名死者的尸身抬来，我要让孙希望辨认一下。好，去把尸体抬来。是。先生他认识死者。如果刚刚的三个假设成立，那么那具女尸就应该是孙家的丫鬟春香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女尸？春香？县令大人，尸身抬到。孙希望，你看一看。春香，田六，这女尸真是你家丫鬟春香？女的是丫鬟春香，男的是几个月前雇的一个伙计，叫田六。他怎么和春香在一起啊？对了，把尸体抬下去。来人，在，把孙希望押下去。好。刚刚我就觉得非常奇怪，孙喜旺用了1个月的时间来跟踪严氏和那个奸夫，掌握了确切情况之后，才于昨夜动手。可这二人却好像事先知道有人要去谋杀，因此临时更换了幽会地点。这的确很奇怪，您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他们什么也不知道，只是由于严氏保管的通衢客栈地字甲号房的钥匙被人偷走了，因此他们才不得不换一个幽会之所，而恰恰因为这个原因，令他们幸免于难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说您刚刚为什么要问是谁盗走了客房的钥匙？盗走钥匙的人就是春香。他与伙计田六相好，却苦无幽会之处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发现了严氏的秘密，于是他在暗中将钥匙盗走，于昨天夜里约好情人田六进入店中偷欢。不想
却被凶手所杀。可先生，春香是个下人，公然偷盗主人之物，一旦被严氏发现，岂不是要引火烧身吗？通奸在本朝是大罪，要被凌迟处死。这一点严氏心里很清楚，春香更加明白。即使严氏知道是他偷走了钥匙，也不敢声张。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行为却为他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。那么先生，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，是为了杀死严氏和奸夫，还是冲着田六和春香来的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以目前的情形来看，这两种可能都存在。要想解开这个谜团，首先要搞清楚与严氏幽会的那个奸夫究竟是何人。只有查清了这一点，才能确定杀人凶手的真正动机，才能够彻底破解此案，抓出凶犯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奸夫呢？这件事还要着落在孙喜旺的身上。哦，先生，是不是您已经想好了？还是老办法，敲山震虎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家可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，从没干过什么犯法的事儿。小月，小月，啊，喜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众位大人，这就是卓妻严氏，还不给大人见礼。啊，众位大人，妾身有礼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